大家好，我是陈敏律师，非常荣幸接到邀请，与大家一起交流未定事件簿中的法律问题。今天我们聊的是第10章无言的铿锵。在刑事司法实践中，为了全面查清案件事实，侦查机关以及审查起诉部门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多次提审和讯问。面对调查和指控，嫌疑人的心理状态是复杂多变的。翻供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，翻供也是一种供述，它属于言辞证据。言辞证据包括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。其特点在于主观性强、稳定性差，容易受到多种外界因素的影响，比如记忆偏差、认知水平、表达能力、外界干扰、内心倾向等。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、嫌疑人、被告人都与诉讼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，这种利害关系就可能促使他们做虚假的陈述。办案部门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分析，以判断其供述的真实性。关于翻供是否被采信，可以通过与客观证据、其他言辞证据相印证，以及言辞证据本身的合理性等多方面、多维度进行判断。在本案中，犯罪嫌疑人罗湘，如果案件已经进入审判程序，那他的身份就是被告人。他的供述作为言辞证据，同样具有主观性、易变性等特点。不管罗湘是在庭审中当庭翻供，还是在审查起诉过程中，或者是侦查阶段翻供，承办机关也就是公检法部门应当充分听取他的说明，审查其提供的新证据，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审查，以便判断其翻供或者辩解是否合理，能否成立。在第10章，罗湘的女儿病情恶化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在这个节点，他去杀害郑向胜的动机非常牵强，而且并无证据证明郑向胜存在婚姻过错行为，即他最初供述的因不满郑向胜情感上的背叛而杀人也是不成立的。可以说，单从言辞证据的合理性方面，基本可以印证他翻供的真实性。如果他能够提供充分的理由和证据，他的新供述应该会被采信。很多人可能会关注这种行为是不是妨害司法秩序，罗湘是否应该受到惩罚。我是这样考虑的：首先，如实供述是他的义务，那么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发出新的供述是他的权利。其次，相关部门在调查刑事案件时，如果有足够的物证，完全可以对相关虚假的言辞证据不予采信。之所以存在翻供且新的供述会被采信，是因为前面认定事实的物证存在不周延、不充分之处，可以理解为调查工作不彻底、不详尽。这种情况下，不应该让当事人承担全部不利后果。而且在本案中，罗湘也有自己的苦衷，他是担心郑向胜之死被定义为意外而以身犯险，也是为了协助前夫将不法药物的黑幕揭露。所以即便他的行为对整个侦查及审判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误导，我们也不应该对他的翻供行为予以苛责或者追责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不建议大家采取罗湘这种处理方式，一个不慎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。一切以身试法的方式我都不建议，我们还是要心存盼望，相信法律，相信正义，相信相关部门能够查明真相，严惩凶手。目前对郑向胜死因的定性是自杀，但案件细节告诉我们，他不是不想活，而是为了保全女儿和揭露黑幕而去赴死。同时，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他的死亡结果并不是从他喝下那杯有毒的水开始的，而是从他进入地下室，甚至从他开始研究有毒药品就开始了。从郑向胜走下地下室到地下室的门从外部锁死，郑向胜的结果只有一条，就是死路。可以说，
疑似幕后黑手的检狱为仲相松的死亡做了很多先行为，这些先行为共同或者分别导致了仲相松濒临死亡的状态。他的预谋、设计、推动与仲相松的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，又由于他的欺骗或者隐瞒，导致罗香误以为仲相松已经死亡，让仲相松错过了唯一获救生存的机会。按照本章的情节来看，检狱可能涉嫌故意杀人罪，既然是涉嫌犯罪，当然要被追责。检狱是怎样一个人？他善于蛊惑人心，智商极高，而且极度自负。他对罗香的诱导、欺骗，可能是想借刀杀人、混淆视听、栽赃嫁祸，也是他过于自负的表现。他觉得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，他享受的是玩弄人心的快乐。古今中外都有很多疑团重重的自杀事件，注意这里的自杀事件是加引号的。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法律，寻求正义的同时，想方设法保全我们自己。赴死是需要勇气的，它是一种斗勇，但我们在斗勇的同时，也要学会斗智。如果我们有一天在网上刷到这样一条新闻，知名药品研究机构研究员疑似情感不忠而遭前妻谋杀，这样的新闻一定会上热搜。无论是话题本身，还是罗香前后微制的证词，都一定会受到公众的关注。这种热议状态不但可能会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，也会形成正向的舆论监督效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相关部门大概率会进行深入的调查，以查明事实，还原真相。当然，公众对某件事或某些事的热议、声讨、呼吁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内心深处的朴素正义感。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反应，它体现了人们对公平、正义和道德的价值追求。这种正义感会促使人们表达观点或采取行动，因此公众的参与和讨论也是推动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会遇见很多备受争议的事件案件。我们在网络上发表意见和想法的时候，要有自己的判断与思考，既要防止陷入信息茧房、背带节奏，又要力求发出有用的声音，从而形成正向的舆论力量。